就在上个月愚人节那天 ，ROG 在网上发了一段视频，内容大概就是：OG 我要走 Win 掌机啦！好家伙，你这愚人节发布，最好到时候是真的能上链接哦。本来我还跟小伙伴讨论很久，毕竟每年4月1号这种图一乐的产品视频也不少，直到我收到了这个 ROG 的第一台掌机。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行一个箱的开。有一说呀，这个盒子倒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这是 ROG 掌机的本体啦，这整台机器抓在手里面的时候，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哎。然后你们看到这个背面的大大的败家之眼的 logo， 还有2个备件。那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离谱的东西，我最后再给大家揭晓哦。直接开机，哇，这也太 ROG 了好吧？它这个按键就跟这个 PS5 上面这个按键一样大哎，感觉我的掌机上面好像没有见到这么大的按钮过。你看这十字键比起它来说，是不是就小了特别多？不过现在十字键是用的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大部分的手柄都是非对称的布局，会把最常用的摇杆呢放在最舒服的位置。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更习惯哪一种布局呢？最猛的还是这一次的性能部分，这台掌机因为性能太弱嘛，所以说都上的是 720P 的屏幕，反正高分辨率它也跑不动，对吧？然而 ROG 这回啊，它上了一块最新的芯片 ，AMD 定制的 Zen 4的 CPU， 再加上 RDNA 3的 GPU， 性能在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基本拉满了，所以屏幕直接上了个1080 120赫兹的屏幕。别说，我还是第一次在掌机上面见到120赫兹的屏幕，这不得整个游戏。如果说之前 Win 掌机一直没有办法走进大众的视野，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Win 掌机的门槛太高了，没有一点知识储备，你都不配玩游戏。后来 Steam Deck 出来之后，用全新的 Steam OS 对所有的 Win 掌机降维打击。虽然 Steam Deck 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基于 Linux 的 Steam OS 目前还存在一部分兼容性问题，但是 Steam Deck 留下了一个世界遗产——全新的大屏幕模式和掌机交互逻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早年大屏幕的小伙伴，那交互啊，狗看了都摇头。但如果是纯 Windows 没有任何优化，那就更用不了了。你不接套键鼠，从初始化到开 Steam 到加速到装游戏，没有一步你能顺利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非常期待一个大厂来解决这些软件适配的问题。然而，我觉得 ROG 掌机算是融合了这2种形态掌机的优势，却又避开了它们的弊端。它是怎么解决的呢？从你第一次激活机器，按任意键就会打开奥创中心，在这里会有一些基础的引导。别看这些普通的指引，这真的很重要。比如说我在 Steam 里面下载了一个游戏，奥创中心里面会直接显示出来，我用手柄就完成全套操作。长按菜单键，我还能看到所有功能按键的操作，而且这不是一个 JPEG。如果你修改了哪个键，上面也会显示出来你的设置。开启游戏之前可以使用一个预设的模板，这个模板我们可以自定义每个按键的功能，甚至你还可以单独设置好某个游戏用的功率。不过我们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可以直接用默认进去，在人物名字输入的时候就可以按前面的快捷键呼出 Windows 键盘。要知道 Steam Deck 现在输个中文还得查教程呢。进入游戏之后，我们还可以按左边这里打开功能菜单。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想玩 Switch， 我就要玩一个模拟 Switch 的效果，那可以先把120赫兹改成60，再把分辨率调成720，再把功耗手动降到最低。哦，不好意思，初音高画质还是能跑满60帧，模拟不了。当你不想玩的时候呢，你退出去，这时你就会发现你直接退进的全新的 Steam 大屏幕模式。这个模式本身就是做给 Steam Deck 的，所有手柄优化无敌。奥创中心相当于是识别到你是 Steam 游戏，会直接用大屏幕模式启动，这样相当于既有了 Steam Deck 的最强易用性，又保留了 Windows 的兼容性。再比如说，我的好儿子 Epic 天天送我游戏，但是界面完全是键鼠逻辑，游戏平台本身完全没有手柄交互，这种 ROG 也给你想到了。在你第一次设置好之后，后续就只用奥创中心来启动。还有一些可能你自己装的游戏，游戏10G mod 几百 G，Steam 根本启动不了，你也可以在这里添加进来，甚至还能识别 Xbox 平台。这次 ROG 自带了3种性能模式，分别是静音、性能、增强，对应3种不同处理器功耗，这就可以让你比较简单的平衡一下性能和续航的需求。毕竟总不能我打个初音都得拉满功率，对吧？实际体验下来，在不插电的时候，增强模式下，战神这种3A 大作，1080P 最低画质能跑到65帧左右。这样说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同样是低画质，800P 下的 Steam Deck 帧率在45左右，甚至再接个键数，它还能拿来打 LOL。没想到吧，掌机居然有一天也能这样打 LOL。
然而这还没有结束啊，它竟然还可以外接显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其他 UP 搞的掌机外接显卡？就以往那些外接显卡门槛高，普通玩家整不了就不说了，大部分还都是图一乐，性能损失巨大。我之前就试过，企图给 Steam Deck 外接一个6900XT，结果 1080P 的老头环只能跑不到40帧就算了，还把掌机给整炸了。而这次呢 ，ROG 直接给了成品方案，不用折腾。还记得我前面提到的，在这个头顶上面有一个奇怪的那个离谱的接口吗？通过这个接口，这台掌机就可以外接华硕自家的显卡拓展物。本着用就要用最好的，我直接要来了4090的版本。唯一可惜的是，这4090只是个移动端的。只要给这个拓展物插上电，然后这样往掌机本体上面一怼，然后拔下开关，现在这个掌机的性能水平已经是广告法不允许描述的水平了。接上之后呢，它也可以直接给掌机本体供电，就完全不需要再额外插电了。在这个状态下，战神 1080P 最高画质帧率基本就在110帧上下。不过这种最高画质的画面还是得上显示器才爽，对吧？正好我这里还有一个 ROG 的2K 显示器，连上之后，甚至帧率反而还提升到了140帧。哎，你们说这都4090了，这要是我再接个模拟器，哇，这个速度感，哇！我最近的游戏时间可以说是精确到分钟了。上周我买了块新的硬盘，甚至到今天我都没有空把它塞进我的电脑里面。游戏时间显得尤为宝贵，可能是睡觉之前玩一会儿，可能是坐车坐飞机的时候打上几把，甚至是一些家里一定要去的饭局。但是确实我没有办法忍受 Switch 的30帧，你知道吧？我就是做梦梦到了我玩到了4K 60的塞尔达。小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这游戏等你大了之后你就不会喜欢玩了，工作你忙起来就不喜欢打游戏了。我反而觉得我是越来越珍惜打游戏的时间了。忙完一天之后呢，跟朋友们一起打游戏真的很爽很爽，好吧？你看，像喊着朋友来陪我打打分手厨房，或者是双人成行，甚至是泰国里面那些小游戏。不知道大家上一次和朋友线下打游戏是什么时候呢？这种和朋友拍拍坐，随便点开一个游戏就开打的感觉，就有一种很特别的快乐，像是穿越回小时候一样。如果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总的来说 ，ROG 掌机是我最愿意带在身边的游戏机，性能足够拉满，系统优化足够舒服，真的一定程度上让我摆脱了 Win 掌机的刻板印象。很多人会觉得啊，前面说的这些优化不都是厂商该做的吗？我告诉你，还真不是，各个新掌机各有各的难崩。所以说我真的很欣慰，有大厂能在这个品类做一个软硬件的标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掌机变成小到能插进口袋，优化续航也能足够好，那基本上就是我理想中的完美的掌机了。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远了。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么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